什么鬼？一觉醒来，夏明宇穿越到每个人头上天生就有身份标签的异世界。有的人的标签是忍饥挨饿的平民，有的是忠心勇敢的骑士，有的是俊美优雅的贵族。当惯了牛马的夏明宇本以为穿越后也要继续当牛马时，却发现身旁已经跪满了人。原来他头顶的身份标签竟然是14亿国民的王国继承人。这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跪拜我？我14亿国民的王国继承人？好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穿越前人人都是接班人。可是我这样的继承人足有14亿啊！这一直跪着也不是个事儿，我要怎么让他们起来呢？爱卿平身。乌尔卡勒。乌尔卡勒？哎，谢谢。哎，喝水吗？喝个水而已，不至于吧？瓦特尔，瓦特尔，瓦特尔，水的意思吗？按照安利亚的讲述，这里是位于西大陆的索西亚王国南部边境一个叫果兰村的地方。头顶的标签被这个世界的人称为加护，是上天的庇护。贵族标签能提升颜值、体质、才华乃至运气，而平民标签则能让人更耐饿。我这个标签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标签似乎让我拥有了超乎常人的学习能力，让我在短短的3天之内就掌握了一门全新的语言。喵的，全身上下除了一个没电的手机，1毛钱都没有，玩个毛啊！尊敬的明宇殿下，村庄的村长也是我的养父罗伯特先生，他想要求见你。村长，他来找我干什么？不会是让我结清这些天的伙食费吧？明宇殿下，如果您不愿接见的话，我就替您回绝了。想要在这个世界立足，不能一直在一个小小的木屋里。让他进来吧。高贵的殿下，卑微的我与美丽的女儿向您问好，愿神明保佑您。哎，别，哎，不用这样啊，坐吧。殿下，您太客气了。村长先生，所谓何事？殿下，我听我女儿说您已经学会了我们的语言，因此我特地前来，一是想要祝贺您卓越无比的学习天赋，二是想要询问下您有哪些需要，比如居住环境是否简陋，饮食上是否需要更多的肉，送来的水果您是否满意呀？我想见一下那位救我的人。太阳之神在上。殿下，您说的人应该是小伯格吧？他可是我们村庄里最有才华的年轻人了，在没有任何人教导的情况下，只靠自己便达成了猎人职业，不像其他年轻人只能继续跟我们一样当农奴。您这些天的猎物都是他主动拜托我转交给您的，他可真是个热心懂礼貌的年轻人。要不是他从小一直都把安利亚当亲姐姐看待，我还真想……殿下，让您见笑了。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实在没什么礼貌，我这就去叫小伯格过来。殿下，这便是小伯格。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世间可没有让救命恩人下跪的道理。尊敬的殿下，您过誉了。我能从群狼中救下高贵的您，绝对不是我对您的恩情，而是我的荣耀。请问，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帮助你是我的荣耀，岂有提出要求的道理？但是，我确实有一个请求，希望仁慈的你能答应。我就客气一下，你这家伙这么不客气的吗？还真有请求啊！可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啊！难不成要把我身上那套现代衣服给卖了？请收下我，作为您的侍从吧。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救了我，还要倒贴过来做我的侍从。殿下，请您放心，我向伟大的太阳与正义之神起誓，我绝不会挟恩自重。我愿为了您的安危奉献生命，遵守您的任何命令，无论它合理或不合理，
正当或不正当，我都会竭力去完成。只求您的光辉能照耀在我身上，庇佑我，追求我所向往的强者之路。这么一个能打的猎人当手下，我当然想要。可你这后半段，这我怎么答应你啊？我这个14亿分之一的继承人，自己都没什么光辉，如何能将光辉照耀到你身上？唯一一次向殿下开口的机会，必须用在那件事上。抱歉，这件事我需要再思考几天。其实我救了您的命，您这样高贵的殿下，也不愿意收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当侍从吗？是我唐突了，殿下。殿下，村庄里还有一些事务需要我处理，我也先行告退了。安利亚小姐，可以带我在村庄里面逛一逛吗？我的荣幸，殿下。殿下，你要尝尝吗？辛普大叔，殿下，向您问好，高贵的殿下。乌尔，辛普大叔，殿下想要尝尝我们果林的水果，请你把今天摘到最甜美的果实献给殿下吧。好的，这是我们果兰村的荣幸。殿下，我敢向伟大的太阳与正义之神起誓，这颗果实是我采摘果树20年来摘到的最棒的红果之一。多谢款待。这是我吃过最棒的水果之一。神明在上，一位高贵的殿下这么称赞我培育的果实，这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比我老婆波伊嫁给我那天还要开心。殿下，我一定要再献给您一筐质量最高的红果。真是一座美丽的村庄啊！希望这样的美景能一直持续下去。殿下，这样的美景已经持续不了多久了。再过些日子就到领主大人派人来收农业税的时候了，但是村庄里积攒的钱币还远远不够上交。为什么？是因为税收太重了吗？不，领主大人给我们村制定的农业税，在整个索西亚王国都是最仁慈的，往年我们都能交得起。那今年是？今年我们被一个骗子给骗了。前段时间，一个克莱人游商来到村庄，把我们的红果夸上了天，说能卖给首都的自由民，让我们赚大钱。他许诺用高价收购，但条件是在他来之前，我们不能卖给任何其他人。你们答应了？他花言巧语，还付了一大笔定金，村里大部分人都被他说动了，我父亲也只能同意。我们拒绝了所有来收购的游商，可那个骗子直到丰收前2天才来，却给了一个比市价低得多，几乎是赔本的价格。我们愤怒地赶走了他，可已经来不及找其他商人了。红果已经熟透，多放1天都会烂在地里，一文不值。再过几天就是交税的日子，如果交不起税，村里人就会被抓走，贬为奴隶。如果有一位身份足够高贵的人，能劝收税的人多宽限我们几天就好了。殿下，求求你！我的身份是假的，糊弄这些淳朴的村民还行，面对见多识广的领主和税官，一句话就会露馅儿。到时候不仅帮不了他们，还会连累整个村子被领主降罪。抱歉，安利亚。是吗？那位殿下拒绝了呀？对不起，父亲，我辜负了您的期望，没能打动那位殿下。明明这对那位殿下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可是他依旧……够了，安利亚，我们不能因为他人没有伸出援手就去怨恨他人。你要记住，安利亚，没有人亏欠我们。即使我们曾经帮助过别人，那也是出于我们的善心，而不是为了寻求回报。我会记住您的教诲的，父亲。但是无论如何，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大家沦为任人欺辱的奴隶。您说的对，我们不该强迫那位殿下为我们伸出援手，所以我会为他献上一件他无法拒绝的礼物——我自己。不可以！父亲，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的女儿，很抱歉，你的父亲只是一个卑微的农奴。可是我很荣幸成为农奴的女儿。
打开看看吧，还记得他吗？你13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游商，你一眼就相中了他，又哭又闹，甚至还绝食，非要我买下他。我以为你说，若是失去了他，你的一辈子也就没有梦想了。你说，这是你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任性，而且那年村里大丰收，我有能力为你买下他。可是父亲，您当初不是强硬地拒绝了我吗？即使我绝食到晕倒，拒绝你是因为我只是一个农奴。作为一个孩子，你之后还会遇到更多想要的东西，但我无能为力，所以拒绝了你的任性，而留下他，是因为虽然我只是一个农奴，可我依然爱你。我本想把他留到你结婚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可现在你更需要他。我的女儿，哪怕是在人生最丑陋的时候，你也要保持你的谦逊与善良，还有一点点美貌。去吧，像吟游诗人唱的那样，把那位高贵的殿下给迷倒吧。我就这么拒绝了他，安利亚一定很失望吧？我也想帮助他们，可眼下的我只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不对，村庄面对的危机根本原因是交不够税，也就是2个字：没钱。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是那个该死的骗子游商，导致红果积压无法卖出。等等，游商？殿下，您睡着了吗？还没有。殿下，我可以进来一下吗？当然可以。有什么事？殿下，请您怜惜我。你在做什么？殿下，我将我这卑微的身体献给您，只求您发发善心，救一救村庄里的大家吧。我愿向神明起誓，此后会成为您忠心的侍女，遵循您的每一个命令，为您奉献终生，为您洗衣梳发。殿下，求您了。安利亚，冷静下来。相符于我的王国起誓，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们，但我坚有微薄之力，因此我帮助你们的前提是，你们也必须要努力去寻找解决你们困境的办法，可以吗，安利亚？主人，按照约定，需要我自己推下衣物，还是您来？我还请您温柔一点。不用了，等我真的帮助成功了再说吧。还有，叫我殿下就好。是，殿下，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会做好准备。我会期待的。明明好歹是被我救了一命，还吃了我好几天的猎物，连说我为侍从都不愿意，太过分了。冷静冷静，等解决了这次农业税后，我就离开村庄，去城邦里寻找晋升的契机，总会有别的办法变强。看在安利亚姐姐的份上，那位殿下即使再吝啬，也应该会帮助村庄解决税收的问题。要是拿了安利亚姐姐的身子，还袖手旁观，就算他是殿下，我也要朝着他的头颅狠狠射出一箭，看看他的血是不是真像传言的那样是蓝色的。奇怪，这个点应该不会有人来啊！殿下。你想当我的侍从对吧？那能先帮我完成一件事吗？求之不得，殿下。哎呀，夏天来了，布谷鸟高声歌唱，种子发芽，草地开花，马上要交税了，他们现在应该清醒，我才是他们唯一的救命恩人。这次就提出1/5的收购价吧，不够交税，那就卖身给我当奴隶。前些日子暴动死了不少奴隶，最近奴隶之都的奴隶价位可是水涨船高。谁？是谁射的箭？滚出来！成了。这是什么魔法？超自然能力。既然已经动手，就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波哥，继续射箭。现在这种东西能一直用。去死吧，贱民！该死！
该死！对不起，殿下，我没能杀了他，我好蠢，我好蠢。没关系，先数一数有多少钱吧。殿下，一共是16枚银索尔与83枚铜索尔。这家伙不愧是奸商，可真有钱。将这些钱带回村庄，够交上农业税吗？殿下，您分文不取，村子更需要这笔钱。殿下，感谢您的慷慨与睿智。即使您不愿收我为侍从，我伯格此后也愿为您效力终生。唉，把这架马车烧了吧，处理掉痕迹。殿下，您是如何确认那个叫克莱的游商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付了定金。定金？商人这种生物，为了钱，不惜迈出吊住自己脖颈的绞绳，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钱被白白浪费掉？所以他一定会回来，哪怕明知道可能会被愤怒的村民杀死，因为资本从不停下他的脚步。高贵而又善良的明宇殿下，连我村庄苦寒，特赐钱币银索尔15枚，铜索尔50枚。尊贵的殿下，您的慷慨堪比天上的太阳，我们全村上下都将永远铭记您的恩德。愿神明保佑您，愿您早日回到您的王国。殿下，该你了。殿下，您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从此以后，您只要想吃红果，无论多少，我都愿意为您献上。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殿下，您是我们的救世主，救世主啊！黑狼岭的税收已经是王国最少的之一，可他们依旧活得如此艰难。那其他地方的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殿下，红果放进地窖后，储藏时间大大提高，已经足够养父他找到新的游商收购了。还有按您教的方法制成的果酱，大家尝了都觉得味道很好，一定可以卖到很好的价格。还好以前刷短视频看到过这些土办法，没想到还真成功了。这样就好。殿下，有人驾马来到村庄，而且不止1头。多匹马，1匹马是游商，多匹马就只能是。我是伟大的休斯领主座下侍从骑士索林布鲁克，果兰村所有村民立刻来村中央集合。殿下，是领主大人的骑士，您要与我们一起去吗？我要的草帽编织好了吗？已经编好了。汉娜大婶知道是殿下您要的，几乎是昼夜不停的赶工，很快就完成了。走。绿色文字的职业和身份，这就是伯格说的超凡阶位吗？一个侍从，一个骑士，双重超凡，难怪气势这么惊人。我和伯格加起来，怕是都接不住他一剑。果兰村的村长，速来见我。尊敬的索林骑士，我是村长罗伯特，我代表所有村民欢迎您的到来。所有人都来齐了。大人，果兰村所有村民均已来此。按照我的主君，你们伟大的休斯子爵的规定，你们村庄今年要缴纳的农业税与狩猎税都备齐了吗？大人，已经备齐了。你去清点一下。索林大人，已经清点好了，一共是21枚银索尔，外加80枚铜索尔。做得不错，你们完美履行了作为领民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荣幸，大人。愿神明庇佑伟大的休斯领主。很好，若是其他村庄都能像你们一样忠诚就好了。今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几个村庄都没能交齐税收，害得我还得专门把他们拉去卖给奴隶商人。明明我仁慈的主君制定的赋税已经是整个索西亚王国最少的了，他们这些奴仍凑不齐，当真是愚不可耐，完全浪费了领主大人的一片好心。是，那些人当真是忘恩负义。若不是殿下，我们的下场也会一样。好了，我还要去下一座村庄，看在你们交齐税收的份上，我会请求我的主君给予你们一定的精神嘉奖。等一等，骑士大人，
商人，你有什么事？我的时间很宝贵。骑士大人，我要揭发，他们刚刚交给您的税金，全都是从我身上抢来的。骑士大人，我是游商米尔斯，如您所见，这是我的职业家户。超凡直谏，米尔斯，你有何证据证明这里村民缴纳的税金是你被抢的钱币？事情还有转机，这个骑士似乎不想把到手的税金再吐出来。骑士大人，请您检查一下您收下的税金，是不是跟我的这枚铜索尔一样，在背面都有一道细微的划痕。每一个优秀的克莱商人都会在自己的钱币上留下独有的标记。把钱袋给我拿过来。这些税金确实大部分是你被抢的钱币。我大人，这是……都闭嘴！谁敢多说一个字，全家赶出村子！该死，真有这么闲的人，连铜板上都做记号。我就说这些钱币是我的嘛！骑士大人，您这是……你的钱币被抢，那就去找抢走你钱的人要。但这些是我为我的主君收来的税金，如果你胆敢窥视他们，就要做好面对我利剑的准备。该死，混蛋骑士，一点道义都不讲！这下我的损失该怎么弥补？这些穷鬼怎么赔得起？除非把他们卖了。那个射箭的猎人在哪儿？怎么全是农夫？卖几个农夫连路费都不够。好美的少女，金发蓝眸，雪白的皮肤，这是一座金山呐！带到奴隶之都，至少能卖3枚金索尔啊，不，10枚。只要编造一个贵族血统的绅士，我就要发了。我的职业阶位一定能再次提升。好可怕的目光！骑士大人，那些失去的钱币，就当我献给伟大的休斯领主了。看在休斯领主仁慈的份上，可以允许我从这个抢劫我钱财的村庄里带走一个人，作为我的奴隶吗？拒绝他，离开领地后乱说话，会影响主君的名声。答应他，不过是少一个农夫，反正他们交不起税，也一样要被卖掉。好，克莱人，就按你说的做，但你记住，离开领地后管好你的嘴。伟大的休斯领主果然仁慈慷慨，我要他做我的奴隶。没想到这种穷乡僻壤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可惜了，要是献给主君，算了，主君夫人那边不好交代。克莱人，便宜你了，带着这枚美丽的女孩赶紧滚吧！记住你刚刚说过的话。愿神明庇佑您，慷慨的骑士老爷。跟我走吧，好女孩，我会为你找一位配得上你容貌的尊贵主人，你会过上比现在幸福10000倍的生活。住手！安利安姐姐已经有主人了，那是一位高贵的大人物。这不是前几天抢我钱的那个猎人小子吗？虽然不如这女孩值钱，但卖到矿山也能换2-3枚银索尔。骑士大人，他就是抢劫我钱财的恶徒，请您为我抓住他。真麻烦。不过领地里的抢劫犯，今天敢抢游商，明天就敢抢领主大人，不能不管。停手吧，我才是真正的恶徒。这小子罕见的黑发黑眸，至少3枚金索尔；白皙的皮肤，半枚金索尔；这股清冷的气质，又是半枚。还有这张俊俏的脸，1枚金索尔。我的天，这小子比那女孩还值钱。要是卖给那些有特殊癖好的老贵妇，我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骑士大人，对，他就是抢劫我钱财的恶徒，请您务必把他抓起来，我要他做我的奴隶，也偿还我的损失。这青年皮肤白皙细腻，根本不像干活的平民。还有他头上那顶滑稽的大草帽，不像为了遮阳，倒像是为了遮掩什么。再联系刚才那小子说的高贵的大人物，这位先生，能否请你摘下你的帽子？根据索西亚王国的法律，
任何踏入贵族领地的来者都有义务向守护领地的骑士展示他的身份加护。看来我并没有其他选择，终究是躲不过去。这安逸的生活到此为止了。14亿国民的王国继承人。14亿国民的王国继承人。我索林布鲁克为黑狼岭领主休斯子爵的侍从骑士，代替我的主君向您一位高贵无比的王子殿下问好，感谢您能莅临黑狼岭。差一点就在这位殿下面前夸耀我的主君伟大了。我的主君确实伟大，但在这位身份无比高贵的殿下面前，怕是只有永恒的众神才能冠以伟大。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很多。这个世界的人似乎对人人生来头顶就具有标签的信赖度非常高，说是根深蒂固也不为过。这么看来，日后也许可以稍微大胆一点点。至高造物主在上，殿下，伟大高贵英俊的殿下呀！求您饶恕我的无礼，我愿为您当牛做马一辈子。唯一的活路就是发誓效忠终生，以求得宽恕。若是成功，说不定还能把这人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逆转为改变命运的机遇。大胆！殿下，需要我替您将这名冲撞您的无礼之徒斩杀吗？等一等，骑士先生，在此之前，我认为我有必要为你讲解一下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殿下，能聆听您的声音是我的荣幸，在下必将洗耳恭听。在前段时间，这位克莱人游商在支付了一笔可观定金之后，向神明发誓将会在红果丰收之际再度前来，条件则是要求村民们拒绝其他游商。原来如此。米尔斯竟然为了赚钱，不惜违背以神明为诺的誓言，就算是对于克莱人来说，也太过丧心病狂了。混账东西，你可真是一个合格的克莱人呐！殿下，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立马就会杀掉这个不敬神也不敬您的贪婪奸商，我保证不会让他死得太痛快。求您饶了我吧，殿下，我愿把我的钱币都献给您。骑士先生，在我家乡有一句古话，叫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既然米尔斯并未想要取走我的性命，那么我也不会夺去他的性命。感谢这位殿下似乎有点过于善良了，换成主君早自己拿剑捅了几个血窟窿了。因此，还请您帮我把他送去奴隶之都吧。不！这位殿下的手段看似仁慈，实则比直接斩杀更加残酷，这才是真正的上位者呀，深不可测。不！我不要被卖作奴隶，杀了我！求你杀了我！奴隶之都，那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地狱！我宁愿现在就死！活该！你这个骗子！你害得我差点妻离子散，去奴隶之都正好。尊敬的殿下，还请您告知我您的名讳。要不了多久，我的主君休斯子爵便会来亲自拜见您。夏明宇，愿神明庇佑您，明宇殿下。殿下，愿神明庇佑您。殿下，感谢您的仁慈，求您一定要收下我为您编织的花环。殿下，谢谢您惩治了那个该死的克莱人游商。我丈夫当时被他气得神志不清，摘胡过世，失足摔死了。谢谢您。伯格，你这个该死的混蛋，给我过来！是。混蛋！你竟然敢泄露殿下的信息！你难道忘了村庄与殿下的约定了吗？我只是不想伤那个克莱人的脏手，碰到安利亚姐姐，这也是为了维护殿下。还敢顶嘴！混蛋！你难道忘了殿下对我们的恩情了吗？嘿嘿，殿下，伯格，你给我滚过来，给殿下道歉！殿下，我违背了您的嘱咐，请您责罚我吧。无论何理由，我辜负了殿下的期望，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殿下，我会将伯格逐出村庄，以惩治他对您的冒犯。不，被逐出村庄就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归来，只能像一条野狗一样在外面流浪，直至魂归冥土，也不会有一人挂念我。抬起头。殿下，他竟然没有责骂我，反而……伯格，你违背了村庄与我的约定，按理说我该惩罚你，
但你曾救过我一命，按理说我应该原谅你此刻的过错。可我是个吝啬的人，因此我还是决定给予你惩罚。我要惩罚你，此后作为我的仆从，为我效力一辈子。殿下，我刚刚没有听清，您能再说一遍吗？这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怎么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换个惩罚。愿意，我愿意。这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造物主在上，众神在上，我伯格在此立下。等一等，殿下难道要改变主意？那样的话，我简直比死了都还要难受。在你立下誓言之前，我决定先赐予你一个姓氏。姓氏？在我的家乡，有一位实力极其强大且内心坚毅无比的猎龙者，我决定将他的姓氏冠以你，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够像他那般可靠。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便是伯格楚。被尊贵的王子殿下赐予姓氏，这是多大的荣耀啊！简直比吟游诗人唱的诗篇还要不可思议。好痛，是真的！造物主在上，众神在上，我伯格楚在此立下誓言，从今日起，我将奉明雨夏殿下为我的主君，而我则是他忠诚的侍从，他的猎犬。无论前路是荆棘还是野火，我都将追随他的脚步，以我的生命、我的弓箭、我的灵魂，守护他的荣耀与尊严，直至我的生命尽头。我发誓，无论面对何种敌人，无论遭遇何种困境，我都将站在您的身旁，用我的血肉之躯为你挡下一切刀与剑。您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您的理想即是我的理想。无论你的要求正当或不正当，合理或不合理，我都必将竭尽一切为您实现。若我违背此誓言，就让太阳之神炙烤我的身躯，雷霆之神轰击我的灵魂，大地之神裂开深谷吞噬我的归处。明雨殿下，请接受我的效忠吧。我接受你的效忠，也相信你的誓言。我许诺，从今以后，我将庇护你的安危，并照耀你的强者之路。强者之路，殿下，主君还记得我第一次效忠时的话。主君，您的职业凝聚成功了。打死我都没有想到，我获得的职业居然是这个。算了，先看看能力吧。咦，凡人界的职业也能有2个能力吗？来，伯格，再喝一杯。打不过你，我今天一定要灌倒你。美丽的少女们，谁愿意与我共舞一曲？玛利亚，我爱你，请你做我的妻子吧。要是永远停留在凡界，就算身份再高贵，也只是个花瓶。更何况我的身份加护还是假的，黑狼岭的领主大概率马上就会来找我，我该如何面对他呀？是高傲还是平静？他要是问我的来历，我又该怎么回答呀？肖恩大叔，立刻为我求见主君，我有重大情报要立刻汇报。索林骑士，您稍等，我这就去唤醒已经就寝的主君大人。主君，打扰了您的美貌，十分抱歉。无妨，我穿着睡衣来见你，这也是我的失礼，我们扯平了，总算不用交公粮了。索林，按时间算，你应该还没完成收税工作吧？是，主君，因为情报过于重大，我自作主张，暂时放弃了您吩咐的收税任务，连夜赶回。哦，是怎样的情报能让你放弃我的命令？难道是王国内又有战争了吗？主君，我在果兰村里遇见了一位高贵的殿下，他的身份加护是……你再说一遍，多少国民的王国继承人？主君，那位王子殿下头顶的身份加护是14亿国民。主君已经很冷静了，换我肯定早就惊到从椅子上掉下来了。你确定你没看错？主君，在觐见那位殿下时，我偷偷数了好几遍，确实是10位数。14亿，这怎么可能？索西亚、米兰、莱茵这3个王国所有自由民、农奴、奴隶加起来，也绝没有这个恐怖的数字。如果真有14亿人口的国家，那它的领土该有多么庞大，国力又该有多么让人震撼。你虽然文化不高，但认数还是够的。这意味着那位殿下的身份加护是真的。属下绝无虚假。难道是幻术？
或者某种我闻所未闻的魔法，可修改身份加护的魔法，我从未听说过。Darling， 究竟是什么要紧的情报，让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里这么久？诸君，情报已经汇报，属下可以先行告退吗？走吧，走吧。好了好了，现在有要紧事。索林汇报说，我们领地上来了一位高贵的殿下，他的身份加护居然是14亿。是啊，老实说，我已经怀疑索林是受了某种魔法或是加护能力的蒙骗。毕竟大陆上哪有这么多人的国家？ Darling， 你似乎忘记了，这片土地上没有，不代表另一片大陆上没有。你是说，那位殿下是一位来自东大陆的王子？或许如此吧，毕竟我们所在的西大陆上，可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国家。但在昔日的众神之战里，大陆破碎一分为二，一半是我们所立足的西大陆，另一半则化为东大陆飘向远方。世界上第一位大魔法使拜厄斯曾说过，一切皆有可能。既然永恒的众神都存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凯伦，备好礼物，去拜见下那位殿下吧。如果真是幻术，那么他也不可能蒙蔽得了你，毕竟你可是诚心皆卫的骑士，悲嚎之狼啊！明宇殿下，我谨代表我的主君卡伦修斯子爵向您问好。你所来何事？我的主君已听闻了您的到来，他对您的到来感到非常荣幸，因此准备在今天日迭之时携薄礼前来觐见您，望您能同意。好，我也期待与你的主君见面。殿下，感谢您的恩赐，我的主君定不会有半分失期。主君，你可真是了不起，连修斯子爵都要亲自来觐见您。早知道当年就不报心理学了，报表演系算了。欢迎您的到来，修斯子爵。你是好美的女孩，就算是我那以美貌闻名的妻子丹尼尔，也要略逊3分。可惜我已经32岁了，每天只觉得腰疼，对这种事早就没兴趣了。我是殿下的侍女安莉亚，我的主人已经在等候您了，请您即刻前去拜见吧。能有你这般美丽的侍女，看来殿下也是对美学有深刻研究之人。请等一等，殿下只允许你一人进入，还请子爵您下马下狼。我这坐骑脾气很好，不会惊扰到殿下。抱歉，这是殿下的命令，如果您执意拒绝的话，还请您离开吧。罢了，本想用黑尾来试探他，看他见到魔兽会不会惊讶。现在看来，连他一个侍女都对黑渊狼视若无睹，我又何必自讨没趣？修斯子爵，你只需要一路直行即可，殿下就在村中央的橡树下等你。你是一位优秀的侍女，是主人教的我好。14亿国民的王国继承人，冷静，这一定是幻术。我可是星辰阶位的骑士，不可能看不穿。看不透，要么这身份加护是真的，要么对方的实力已经到了连我都看不透的地步。无论如何，都必须慎重对待。嗨，别看了，再怎么看也是真的。哥们儿出了这行字儿，全是假的。尊敬的殿下，我是黑狼岭的领主索西亚王国子爵卡伦修斯，感谢您能莅临我的领地，这是我无上的荣幸。坐。谢谢您赐座。白皙的皮肤，修长的手指，这气质虽然衣服款式古怪，但料子绝对是顶级的。居然跟我一样帅气，错不了，这绝对是位大贵族。殿下，可否告知我您的名讳？夏明宇。您真是太客气了，我自己来。明宇殿下，为了感谢您的到来，我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件礼物，不知可否为您献上？可。
哈哈哈哈！那在下现在便去取礼物，还请您稍等片刻。殿下，这便是我为您准备的礼物。这是昔日在下结婚之时，我妻子丹尼尔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岳母玛莎伯爵特意赠来的祝福礼物。伯爵送的结婚礼物，那肯定不是顽皮，难道是龙蛋，还是什么绝世魔药啊？这盏彩虹之杯乃是玛莎家族的珍宝，曾有侯爵出100枚金索尔求购而被拒。倘若这位明宇殿下真是超级王国的王子，见到此物顶多喜爱，绝不会流露贪婪或者过分惊讶。这就是我的杀手锏。就这不就是拼多多上9块9包邮的廉价水杯吗？还是那种老年人都不喜欢的老土款式啊！不错。他居然完全看不上彩虹之杯，到底是何等富有的王国，才能养出对这等珍宝都视若无睹的贵族？子爵阁下，请问这个杯子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吗？这盏琉璃杯这么漂亮，难道还不够吗？彩虹之杯可以令所盛的液体更加甜美。毫无变化，真是一件好礼物呀！真的，一定是真的，连这种微不足道的增益效果都无法让他提起兴趣。这位高贵的殿下，一定就是从东大陆超级王国而来的王子殿下。这是一个天大的机遇，超级王国的继承人流落至此，只要我把握住，我卡伦修斯向来是孤狼，但今天我或许可以学着黑渊当条狗试试。尊敬的明宇殿下，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您可否听一下？啊，请讲。殿下，您能莅临我的领地，乃是我的无上荣幸。但这破烂村庄哪配得上您高贵的身份呀？我休斯家族祖传的城堡还算宽敞，勉强能担当殿下您的落脚地。还请您屈尊一驾，我以我身为骑士的荣誉起誓，您会是这座城堡最尊贵的客人。我会命令仆人们用比对我尊敬10倍的态度去服侍您。去还是不去呢？去还是不去呢？去的话，城堡就是龙潭虎穴，我这个假王子一旦暴露，必死无疑。但是不去的话，我永远只能困在这个小村子里，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迟早也是死路一条。我需要知识，我需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了解贵族的常识。为了活下去，为了那14亿国民的梦想，这一步险棋必须走。休斯子爵，我很期待你的招待。不胜荣幸，殿下。殿下，您对果兰村做的一切，我都铭刻在心。愿太阳与正义之神的光辉永远照耀您。我只是做了我分内之事，而你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愿神明庇佑你。殿下，我哥，好小子，多亏你从狼群里救下殿下，果兰村才能得救，谢谢你。村长，您该感谢的是您自己。如果不是您当年不顾反对收留我，我早就死了。殿下也只会……殿下有神明庇佑，即使没有我，也定能逢凶化吉。我哥，你给我记死了！无论何时何地，谁问你，答案都不是你救了殿下，而是殿下从狼群中救了你。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殿下是好人，但他永远不可能是你的朋友，只能是你的主君。服从他的一切命令，哪怕是错的，你可以做错，但绝不能不做。是。一路顺风，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你要记住，男人的爱就像一场美梦，醒了就忘了。殿下是好人，可他也是男人。父亲。会有无数比你更美的女人扑向他，你千万不能恃宠而骄，更不能奢求他只爱你一个，那是找死。对殿下，你要听话，听话，还是听话。我记住了。如果可以，尽快怀上殿下的孩子，母亲的地位来自于他的孩子。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就好了。我这个做父亲的给了你生命，却没能给你幸福的权利，我有罪呀！父亲，成为农奴的女儿或许并不荣幸，可成为您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殿下，请您乘上马车吧。
我自己上去即可。殿下，天黑路颠，在下有夜视能力，若您不嫌弃，就由我来为您驾车，保证不会有一次颠簸。领主大人亲自驾车。好，我确实不喜颠簸，就由子爵阁下驾车吧。波哥，下去陪索林骑士聊聊天吧。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他的剑法很好。是，主君。妙啊！这位殿下行事滴水不漏。我主动提出驾车，若车里还坐着他的男仆，传出去我面子何在？他此举既接受了我的好意，又全了我的颜面，这就是格局嘛！超级王国继承人的格局，我以后也要学着点。殿下，要不我也下去吧？不用了，在贵族眼里，侍女不过是件物品。物品放在马车上，理所当然。出发！这个存在神明的世界，我的未来究竟会如何呢？是生还是死？是平凡还是荣耀？这可真是穿越以来睡得最爽的一觉了。这一个房间都快顶得上我大学10个6人间宿舍了。封建主义虽然万恶，但也真的有够腐败人的。昨晚似乎有人把我抱到了房间里，是安利亚吗？还真是难为他了。尊敬的明雨夏殿下，我是黑狼堡的管家萧恩，奉我主人的命令在此等待您，愿您度过一个美好的清晨。我的侍从与侍女呢？殿下，他们被安排到这层楼下方的房间里下榻。许是昨晚舟车劳顿，他们还身处梦乡，需要我为您换来他们吗？不用了。殿下，我的主人休斯子爵托我转告您，今晚日落之时，他会举办家庭晚宴招待您。出席人员除您之外，仅有我的主人与他最为珍贵的家人。主人已通知黑狼堡的全体仆人，不得违抗您的一切命令，且需拿出对他10倍的敬意来招待您。请问殿下，您有何吩咐吗？能带我去城堡的图书馆吗？我的荣幸，殿下。殿下，这里便是黑狼堡的图书馆，它在100年之前由初代休斯子爵建立，随后经过各代休斯子爵不断扩充，是休斯家族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殿下，我并没有踏入这里的资格，因此还请您自行推开大门进入，我将即刻离开。连城堡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管家都没有资格踏入图书馆吗？这个世界的统治阶级对知识的封锁，竟然严重到了这种地步。要是没有头顶这个14亿身份加护，怕是我奋斗一辈子也得不到踏入这里的资格。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我解开你的面纱吧。比我想象中书的数量要多太多了。不过这么多书，我该怎么才能找到我需要的书啊？难道休斯子爵还真的在这里安排了管理员吗？好可爱的女孩，这银发，这身形，简直就是蓝星上2次元群体的超级特工。看来她应该是休斯子爵的家人吧。好美的眼睛，好美的眼睛。您向您问好，尊敬的殿下。你是？我是伊丽丝·休斯子爵的女儿。不是梦，
真的不是吗？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会有着这般高贵到不可思议的身份加护？请问您这样高贵的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啊？如果您不想回答的话，也可以。像您这样尊贵的人，是我该回答您的问题才对。我是明雨夏，应你父亲修斯子爵的邀请，暂居和狼堡一段时间。原来如此，这是修斯家族的无上荣幸，祝您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间。我想要找讲神话的书籍，你知道在这座图书馆的哪个书架上吗？神话类的书籍一般在第7排书架的第3行上面。多谢。大约1000年之前，因未知原因，众人之间爆发了斗争。那是一场天地崩坏般的灾变，灾变持续了整整7天7夜，期间死伤无数。辽阔的大陆被一道恐怖的雷霆一分为2，化为东西2片大陆。东西大陆竟然分开了数百年，难道就没有人去找过东大陆吗？大灾变后，无数航海家扬帆起航，但很快他们回来了，上万人的船只只剩寥寥几丝。数百年来，从没有人进过东大陆，那么我的身份好像可以成真了。殿下，这是城堡钟楼的钟声，代表时间到正午了。不知不觉，居然1上午都过去了。谁会在这个点来图书馆？难道是修斯子爵？殿下，我为您做了一点吃的。听萧安管家说您在图书馆，便给您送来了。萧安管家，我可以让我的侍女和侍从进入图书馆吗？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如果是高贵的您的话，我想即使将图书馆搬空了，我的主人也会大笑着跟我帮您一起搬。这个老头还挺幽默，替我向修斯子爵道声谢，顺便转告他，我很期待晚上的宴会。不胜荣幸。好多书啊，不愧是贵族的图书馆。我们果兰村全村只有一本破破烂烂的识字书。安利啊，这里的书你都可以随便看，不过我建议你先看看《初识家户与家户大全》，你还没有职业家户，得多了解一下。谢谢您，殿下。殿下，这是我从城堡的主厨梅丽大妈那里学来的蜂蜜鹿腿，请您尝一尝。很好吃。殿下你喜欢就好。对了，伯格那小子呢？都正午了，不会还没起床吧？听萧安管家说，他在您起床后不久，便去城堡的练武场上找索林骑士学剑了。学剑？猎人的后续晋升职业是狩猎系，剑术未必是晋升条件。伊斯，你要尝一点吗？感谢殿下您的慷慨。如果我想成为魔法师的话，第一步就是感知魔力吗？是的，殿下，感知魔力确实是踏入魔法道路的第一步，但是无妨，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感知魔法的才能。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有这个才能，而且往往需要好几年的冥想才能够成功感知到魔力。冥想法一共有7种，分别是冥想太阳、风暴、雷霆、明月、梦境、大地、海洋。我修炼的是月光冥想法，是最好入门的，我可以将它交给殿下您。是吗？那快开始吧。殿下，并非现在初学者学习冥想法，除了梦境冥想法，都必须亲眼见到实物才行。今晚午夜之时，请您随我一同前往钟楼观赏明月。想要成为珍贵的法爷，这么麻烦吗？好的，晚上我们一起赏月。尊敬的明宇殿下，请您入主座。明宇殿下，我是修斯子爵的妻子丹尼尔·玛莎，向您问好，愿神明保佑您。这个世界的贵族穿着打扮上还真是意外的大胆呢。子爵阁下，你邀请我参加的是家庭晚宴，没错吧？是的，若不是我的幼子海顿仅才出生2个多月，怕惊扰了殿下，我一定将他带给殿下您看一看。殿下您若是能看我的小海顿一眼，那可真是他出生以来最大的荣幸了。你的女儿伊丽丝小姐她不来吗？殿下，我的女儿伊丽丝是异童，我怕她的样子惊扰到您用餐的雅兴，所以不敢让她出来，实在抱歉，刚刚欺瞒了您。无妨，在我们那里，异童并非是不祥之兆。果然，这位殿下果然是来自统治了整片东大陆的超级王国的王子。殿下，我这就命人去唤伊丽丝过来。
诸位，入座吧。是，殿下。殿下，不知可否问您一个问题？说。您应该是来自于东大陆吧？哼。14亿国民，很难想象您的王国到底是何等庞大，何等雄伟。这般尊贵的人，居然愿意居住在我们这个城堡里，这是何等的荣幸！我有一个请求。殿下，您尽管说，答应他哪怕是粉身碎骨，他也愿意为您完成。我希望子爵阁下您能下令，暂时封锁我的一切消息。这殿下身份过于高贵，若是对国王隐瞒，便是失职。我的荣幸，殿下，我会命令黑狼堡的所有仆人都不得泄露您的消息，违令者格杀勿论。什么职责义务？抓住这位殿下，为我的小海顿铺出一条通天大道才是最重要的。殿下要单独留下我，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觉得城堡的环境太差，所以想要离开吗？子爵阁下，我有一件不情之请，可否请你帮助我？殿下，您尽管说。我卡伦修斯以黑狼岭领主的名义起誓，定会竭力完成。只要不是要丹尼尔陪睡，就算豁出命也得完成。如果殿下愿意当小海顿的教父的话，只是陪几晚，想必丹尼尔也很乐意。我的侍从伯格想要晋升为狩猎者，你知道从猎人晋升为狩猎者需要什么晋升条件吗？就这，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殿下，猎人想要晋升狩猎者，需要服用魔药，比如鹰眼魔药、猫尾魔药等等。子爵阁下，您能帮我找一瓶叫魔眼的魔药吗？殿下，对于其他贵族来说，这也许有些麻烦，但对我而言却是轻而易举。风暴教会在国王南部分会的主教，曾是与我一同参与龙狮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以我们之间的交情，一份魔药而已，他定会欣然接受。哼，要是敢不给，我就当着所有教徒的面把他当年为了我手里一块黑面包哭着喊我爸爸的丑事嚷嚷出去。但是，殿下，其实我不太建议您的侍从走狩猎者这条道路。哼，为什么？虽然狩猎者个体实力更强，且晋升很快，但越强大的狩猎者反而越有理智失控的风险。他们会为了力量替换魔兽的器官，最后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作为战争机器可以，但作为侍从，就连风暴教会现在都大幅度减少了狩猎者的培育。您最好再好好考虑一下，如果真的决定了，再告诉我。主君，我有一件事，求您为我决断。说。我从索林骑士那里得知了猎人的后续晋升与晋升条件，我希望主君您能为我决定，我究竟是该走狩猎者之路，还是骑士之路？伯格，你多大了？16岁。在我的家乡有一句话叫做无论选什么都会后悔，不如选择当下最想做的。所以伯格，问问你自己的心，你更想选择哪一条道路？我想要选择哪一条路？波哥，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猎人。狩猎是世上最美妙的事情，你与另一个生命赌上一切进行搏斗，纵然是死也是幸福的。为什么我始终无法晋升啊？波哥，别哭，我是幸福的。我不想再像上次那样，在主君面前被敌人轻易打飞手中的剑了。我希望那是最后一次。我选择狩猎者之路。抱歉，主君，请您原谅我的任性。做自己想要做的，这绝非任性。正如我们昔日约定的，你为我献上忠诚，而我则庇佑你走向强者之路，这是我的责任。我伯格楚向神明立誓，即使有一天我失去人性变成野兽，我也会铭记我主君的恩情，永远啃食着他敌人的血肉。晚好，殿下。今天正好是满月，是修炼月光冥想法的最佳时机，请您即刻进行观想吧。好，殿下，这是能促进冥想法入门的魔药，请您服用。味道还挺甜，有种在喝小甜酒的感觉。
牢记夜空中满月的模样，闭上眼睛，放松呼吸，聆听风雨，在脑海里幻想出刚刚记下的那轮满月，想象您的灵魂脱离肉体，独自一人站在满月上，遥望黑漆漆的大陆，遥望你的躯体。这就冥想成功了。我当年花了1周才成功，老师还说我是不世出的天才。殿下只用了1个时辰，这便是14亿人信念带来的加持吗？感觉好像做了一场梦，一个人在月亮上走了好久，好孤单。殿下，恭喜您，您只用了1个晚上便成功学会了月光冥想法。在您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做到。这么说，我在魔法的道路上还算有天赋。殿下，请您伸出1根手指，并尝试将精神全部集中在指腹。殿下，一个魔法师需要多方面的才能，因此我不能确保您一定是一位魔法天才，但是至少在冥想积攒魔力上，哪怕是魔力的宠儿精灵，也绝对无法与您匹敌。在这方面，您是整个世界都独一无二的超级天才。下一步，我应该如何学习魔法？您已经感知到了魔力，若不是已有凡阶职业，您现在就该获得魔法学徒的职业了。殿下，接下来您需要学习的是魔文，那是构建一切魔法的基石，亦是描述世间万物的真理。殿下，这便是最基础的一道魔文，它的含义是风。这是切割。这便是魔法吗？殿下，这可算不上魔法，真正的魔法威力要强大得多，绘制也要困难与繁琐数倍，这仅能称之为魔术罢了。一道魔术都这么猛，不愧是法医。伊丽丝，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学习魔文吗？是的，但是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您需要牢记太阳、风、大地等7个基础魔文与数百个常用魔文。更困难的是，您还需要掌握魔力的流动与绘制，这个过程非常考验您手指的灵活性，绝大部分人都需要经历数年的练习才能学会绘制第1个基础魔文。成为魔法师不仅需要冥想的天赋，更需要记忆力、理解力，甚至手指的灵活性，这才是魔法师最难晋升的原因。等等，伊丽丝，魔文的学习是不是相当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是的，您的理解力很强。大魔法使拜厄斯大人就曾将魔文的学习称之为魔语，并猜测至高的众神之间或许就是通过魔文来进行交流的。魔语言？那我14亿国民王国继承人带来的言语通晓能力不就能用了吗？至于绘制，不是还有神游物外吗？嘿，让手指自己动。14亿国民加大学生等于什么？我是废物，我是蠢材，老师一直在骗我，根本不是什么天才。你确实是天才，但很抱歉，我开挂了。对不起，14亿，是我小看你了。14亿加大学生，简直就是魔法世界的阿尔法狗。伊丽丝，下一步我要学习的就是用魔力虚空书写吗？是的，殿下，只要您学会虚空书写，再叠加魔文，释放魔术，便足以晋升为魔术师了。原来我所谓的不世出的魔法天赋，都是一场谎言吗？明宇殿下，我听仆人说您这几天都待在图书馆里看书，真是辛苦了。因此我自己特意做了一些蛋糕送给您，以尽地主之谊。如您能在黑狼堡里过得更开心一些，那是我与我丈夫的无上荣幸。你的好意我接受了。小叶丽丝，你越来越可爱了，你的银发简直就像是月光之城的丝绸一样，太美了。有什么保养头发的秘诀吗？分享给妈妈吧。殿下，这是您书写的吗？殿下，我还需要照顾小海顿，就先离开了。祝您学习顺利，有什么需要请尽管与我说。伊丽丝，丹尼尔夫人一直都这么热情吗？在您到来之前，我从没见她对我笑过。我记得母亲送我出嫁时，应该放了一块高品质的魔晶啊。只能一件一件慢慢找了。太好了，我的小海豚，这下妈妈可以帮到你了。
丹尼尔夫人，你确定要将这件宝物送给我吗？对于殿下您而言，这可算不上什么宝物，它不过是我母亲赠予我的一份祝福罢了。我知道殿下您在学习魔法，这块魔晶应该有助于您在魔法之路上走得更远，还请您一定要收下。我当下最要紧的就是提升实力，这块魔晶能大大加快我成为魔法师的速度。丹尼尔夫人，有什么我能为您做的吗？如果殿下实在想要赏赐什么，我听说婴儿如果被高贵的人注视，便能健康幸福的长大。如果殿下您方便的话，可否去看我的小海豚一眼？现在就去吧，还以为是什么棘手的事儿，原来就是看个孩子呀，这什么贵族怪癖啊！殿下，感谢您。比想象中好看很多呀。小海豚，我的宝贝，你可千万不要哭啊！这可是妈妈好不容易为你争取来的机会，一定要给殿下留个好印象，抓住未来。太棒了，海豚，我的宝贝简直是100分！这哪里是抓住了殿下的手指，这分明是抓住了我们母子的未来啊！那个女人还真是舍得啊！这块魔晶至少价值3枚金索尔。3枚金索尔，这么多！古兰村数百人，一整年的税收加起来才半枚金索尔，他们6年的血汗，才换来这么一块小小的石头。殿下，您真的要直接吸收掉这块魔晶的魔力吗？一般魔晶都是用来制作魔法道具或武器的，直接吸收太浪费了。大部分魔法师吸收真正纳为己用的，连1成都不到。要，道具和武器都太遥远了，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实力，必须尽快变强。看来殿下与冰魔法的契合度很高啊，这种程度堪称完美契合，至少能吸纳6成以上的魔力，说不定殿下吸收完就直接晋升为魔术师阶位。好冷。殿下，恭喜您成功吸收了魔晶，您与冰魔法的契合度非常高，感觉浑身都流淌着一股力量。殿下，请您现在绘制水魔纹，再绘制冻结魔纹，接下来是冲击魔纹，再将它们叠加，对准空中释放。这是我做的吗？殿下，请您看看您头顶的加护吧。这是什么鬼能力啊？伊丽丝，你的魔术师能力是什么？魔术师直接带给我们的能力是风之亲和，能令我们在使用风魔纹以及衍生魔纹时效果更强，消耗的魔力更少。也有人获得的是地之亲和、水之亲和，或者加快绘制速度、提高冥想速度等等。殿下，您获得的能力是什么？殿下的天赋又是变种魔术师职业，大概率应该是冻结亲和或者水之亲和吧。我殿下，抱歉，我不该询问您的能力。伊丽丝啊，伊丽丝，你怎么这么蠢？殿下询问你的能力是你的荣幸，但你怎么可以询问殿下的能力呢？闭上眼睛。好了，可以睁开了。谢谢你教我魔法，伊丽丝老师。殿下，这是您要的鹰眼魔药，同时祝贺您成功晋升为真实魔术师。愿您在魔法的道路上一路顺风，直至荣耀被历史铭刻。只用了2日便学会所有基础魔纹与数百个常用魔纹，简直恐怖如此！这就是14亿身份加护的效果吗？感谢您的帮助，此去阁下。这份友谊我会铭记于心的。好恶心，幸好不是我。殿下，能帮到您是我的荣幸，何来感谢一说？友谊，殿下把我当朋友了，何等荣幸！殿下，此次去暮色城，我还为您带来一些礼物。殿下，其余的礼物您可以以后再查看，这份礼物还请您一定要看一眼。
殿下，您之前嘱咐过我，暂时不想要对外泄露身份。这是我特意买来的一顶魔法道具，它叫谦卑者之冠，只要戴上它，便能遮蔽头顶的身份加护。太好了，我又变回那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了。子爵阁下，不，卡伦，这份礼物我真的很喜欢。殿下，伯格，这便是晋升狩猎者用的鹰眼魔药，即刻服下吧。主君，感谢您的厚爱，我定不负您所望，成为您最凶狠的猎犬。不行，主君在注视着我，我岂能如此失态？这是主君赐予我的力量。你很努力了，楚伯格。恭喜你成功消化鹰眼魔药。主君，是您的荣光庇佑了我，若不是您最后的声音，我恐怕已经迷失在痛苦之中。如今只欠缺一场伟业，我就能晋升狩猎者了。唉，阳光还真是刺眼呢。主君，您在树荫下稍作歇息即可，待我达成伟业，立刻回来向你复命。无妨，我也想亲眼见证你的伟业。再说，在城堡里待久了，也该出来透透气了。主君，就是这里了。来了。这个距离堪比辕门射戟了。主君，我父亲教过我，狩猎只为取其性命。一个合格的猎人不会折磨猎物，而是会欣然带给他们解脱。你确定？主君，接下来我们要回黑狼堡了吗？算了，难得出来一趟，找个地方逛逛吧。晋升真实魔术师，还有伯格这个超凡侍从在，应该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了。矿石镇距离我们死灰的位置不远，你要去看看吗？那里生产矿石，吸引了不少游商，算是整个黑狼里最繁华的城镇。去。意外的热闹啊！哎，那栋建筑是干嘛的？门口围了不少人呢。那是妓院，那里似乎发生了什么，去看看吧。求求你们！我家欠的债，我会努力赶回还的。这都今天第几个了？霍克老爷真是赚大了。哎呦，霍克老爷的债，那可是一周翻1倍，根本还不完的。干活，你还得起吗？我告诉你，再反抗，等会儿进了红玫瑰的大门，我一定在驯化室里让你生不如死。看什么看？农活做完了吗？商品卖完了吗？都给我滚！找死！什么东西也敢对我的主君不敬？你是谁？为什么打我？对我主人不敬，还敢回嘴？对不起，对不起，求您一定要原谅我。你应该对我的主君求情。能隐藏身份加护的道具，只是位贵族少爷。
神明在上，尊贵的大人，求您一定要原谅我这条卑贱的狗。什么玩意儿？也别希望我主君的邪剑！大人，您今天来红玫瑰消费全部免单，算是我对您的歉意，您看可好？可，不过我要他。大人，他还没驯化。好，请您进门，我为您准备最高规格的房间。对了，再给我来10个姑娘。大人，10个的话很难保证质量。好，保证都是我们红玫瑰最高质量的。你为什么会被卖到这里？村庄被一个游商骗了，我家交不起税收，被强行借了霍克老爷的债，然后1周时间翻了3倍。米尔斯还真是害人不浅呢，早知道把他送到这儿来好了。不过以他的长相，在奴隶之都，怕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吧。大人，这些都是我们整个红玫瑰最高质量的妓女了，全部免费，请您好好享用。老爷，主人，我去为您守门。站住！你真当我是来玩的吗？你再讲一遍，你是怎么来这儿的？我是欠了霍克老爷的债。你们之中有人跟他是一样的原因来到这里的吗？老爷，卢卡大人不允许我们向客人透露来历。大胆！你竟敢在我主人面前称呼一个妓院的门规为大人！哎，好了好了，你怎么进身后一言不合就抽人瞪人？我没有恶意，卢卡那边我会替你们说。现在能告诉我你们的来历吗？我也是跟那位姐姐一样被卖来的，我是被抓来的。那天晚上我走夜路，父亲卖了我。我在招聘栏上看到了清理工作，我不知道是这种地方。只有一部分是欠债，大部分反而是强抢与欺骗来的。这片华丽的建筑实际上是一个掌控他们的魔窟。你们在这里吃了不少苦吧？别害怕，告诉我你们的苦难。不论如何，今天我都会带你们离开这里。相信我，太阳与正义之神在上，我以我的荣耀起誓，我有这个能力以及意愿。这是黑狼堡的文章，代表着统治这片土地的主人休斯的权威。大人，我们刚前来时便被关进杏花室里，折磨了整整1周。一旦完不成任务，就会被毒打。他们是真的会把我们的皮扒下来的。我的爸爸妈妈都被他们活活打死了。大人，您若真想了解我们的苦难，去4楼的盥洗室看一眼吧。大姐，你怎么能让这位大人去那个污浊的地方，会污了这位大人的眼睛的？那里有什么？那里有我们的一位姐姐，她以前想从窗户逃跑，掉下来时瘫痪了。卢卡大人说要让她活着，作为警告，谁不听话就会沦落到跟她一样的下场。大人，求求您可以不带我离开，但请您在看过之后一定要杀了他。我愿向神明祈祷您一生平安。你来给我带路。波哥，我们去4楼。大人，您这么快就出来了，是不满意吗？需要我为您换一匹吗？主君，你怎么了？主君，波哥，成为你的主君后，我还没对你下过一条正式命令吧？我夏明宇以你的主君身份向你下令，把这所妓院里除了妓女外的所有人全都给我宰了。是。主君，谨遵您的命令，作为您的猎犬，我会将这里杀得血流成河。
该死的，当真是欺人太甚！立刻去请霍克老爷，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什么东西呀、不就是运气好投胎成了贵族，敢这么嚣张？需要我杀了你们？好。花田魔术，太阳火冲击魔纹。宰了这个小子！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捣乱？为了拯救我身后这些人，就是为了这个？你知道整片大陆上一共有多少家妓院，多少名妓女吗？你以为你能一一拯救吗？弱肉强食本就是世界的规则，你居然为了这些弱者出头，你难道还能打破这个规则吗？我会制定新的规则。就凭你，在这个世界上，骑士只会效忠于贵族。你现在面对的不只是我，更是一位贵族大人的怒火。14亿，杀了他！神明在上，高贵而又仁慈的殿下，求您原谅我们先前不知您身份时的无礼之罪。无妨，起来吧，我赦免你们的罪。殿下，实况是镇上的卫兵们来了，人很多。我的身份暂且不希望泄露，所以不要外传。大人，向神明起誓，如果我们之中有人泄露了您的身份，就让我们所有人一辈子都永远沦为妓女。他们眼中最狠的毒誓，就是当一辈子妓女吗？还真是有够地狱的。下去吧，你们也跟上我。是，殿下。该死，霍克那个家伙又惹出了什么事？真以为给他擦屁股很容易吗？要不是看在他背后主君的面子，早把他赶出旷世镇了。前辈，你是谁？为何要在这里掀起杀戮？大人，抱歉对您出示武器，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休斯家族的狼头文章，能持有这个的，要么是领主大人的直系亲属，要么就是领主大人即将拉拢的大人物。我刚刚差点咒骂了这样一位大人物，我死定了！肃清这家妓院，尸体堆积起来，处理掉。是，大人，快，没听到大人的话吧？都给我进去！大人，遵从您的命令，我将尸体暂时堆积在里面。还有就是搜出了一点点您不慎丢在妓院内的钱币，把箱子打开。大人，请您收下这些您丢失的钱币。果兰村一整年的税收也不过21枚银索尔，这里居然有几百枚，难怪妓院屡禁不止，当真是暴利。这是你们应得的，其余的钱财送到卡伦那里吧。他居然直呼领主大人的名字，那位以孤号著称的背后之狼！天哪，这位大人的身份绝对凌驾于领主大人之上。是，大人，遵命。还有，派人护送我身后这些女人们回家，其余那些留在旷世镇上的女人，我不希望以后听到他们的坏消息，否则……是，大人，我会把他们当成我母亲保护的。备一辆马车，送我们回黑狼堡。这里的事情瞒不住，与其让别人告诉卡伦，不如我去说。主君，您还好吗？您的脸色很难看。我没事，无需为我担心。波哥，整个索西亚王国都像黑狼岭这样吗？怎么可能？果然，那种地狱般的惨剧应该只是个例。王国其他地方可比黑狼岭惨多了。卡伦大人已经是公认的善良领主了，黑狼岭的税收更是整个王国南部最低的地方。您还不知道吧？我之前生活的领地里，连呼吸都要收税。在那里，像红玫瑰妓院这种地方是受到领主保护的。主君，您可以想一些开心的事，比如您那高贵无比的身份加护居然得到了晋升，想必一定获得了超强的能力吧？你说什么啊？您的身份加护晋升了，您不知道吗？啊，我差点忘了，不通过倒影，主君您自己是看不到加护的。
睡，动静不稳。从14亿变成了更具体的数字，而且颜色也变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可以向整个世界发出号召，将与你有同样意志的人跨越空间乃至时间汇聚到你的身边。喜悦无一，与子同袍，你可以将一名智慧生灵身份加护更改为你的同袍，对方将根据其潜力与意志觉醒出自身独有的专属恩赐，且你可以在得到对方允许的情况下借用其恩赐。居然足足获得了2个能力！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我哪里是白板穿越，我分明是头顶一直挂着一个明晃晃且没人能夺走的超级金大腿。只是晋升超凡阶位就这么夸张？若是晋升晨星阶位，岂不是要直接无敌了？我终于明白这个世界的人为何对高身份加护者那般尊敬与顺从，因为他们真的有挂呀！这就像是蓝星上一个留守儿童要和一个开局自带魔都户口加几套房的婴儿比视野，这怎么玩啊？甘地来了也得躺平。更可怕的是，这个世界贵族的武力可以远远凌驾于平民之上。卡伦那样的晨星大骑士，一人能屠1军；霍克那样的超凡骑士，就能在矿石镇制造人间地狱。匹夫之怒，在这里真的只能以头抢地。一个生来拥有一切，一个却要为了几块黑面包奋斗终生。除了没有生殖隔离，这2个物种真的可以称之为同类吗？大人已经到黑狼堡了。卡伦，我需要你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领地会有红玫瑰这样的地方？殿下，看样子您的旅途一路顺风啊。虽然出了一点小波折，但确实算得上顺利。不过，在矿石镇上，我出于某种原因攻击了那里的红玫瑰妓院，几乎杀死了除妓以外的所有人，这会对你有影响。殿下，您为何要这么做？我看到那些妓女们被妓院的人欺压得宛如身处地狱一般，并且她们本身也是被强迫的，所以我就没忍住。既然如此，那这件事对我就很有影响，它会深深地影响我在殿下眼中的形象，以及我们之间的友谊。真后悔没早点宰了这些污了殿下您眼睛的蛆虫，竟然还要劳烦殿下您亲自动手，这可真是我身为领主生涯来的最大渎职。殿下，我今天刚猎到一头出生没多久的幼鹿，做成菜肴一定口感甚佳，不知可否邀您与我一同共进晚餐，以作我渎职的歉礼。不用了，我今天实在没什么食欲。既然如此，殿下您就先好好休息吧。啊，殿下还要在地上躺多久啊？这样我也不敢去睡吊床上，腿都要跪断了。殿下自从进图书馆后，没看2本书便躺在了地板上，到底在烦恼什么啊？唉，本想来图书馆看会儿书放松下心情，可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在我眼中都变成了2个字：吃人。唉，试试新能力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出你的意志。我的意志是什么？是要将大陆上所有的恶人都送上断头台，杀个血流成河吗？还是要把每一位受苦受难的人都解救出来，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我只想让人活得像人。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大到仿佛不是同类。这里从未诞生过人文的光芒，所有人都宁愿生活在黑漆漆的夜里。但是，自我穿越之后，头顶的文字不就已经预示着我的使命了吗？此时若没有炬火，那么我便去做那唯一的光。这是哪里？梦境吗？我变成了一个火人，我好像能控制这里的一切。这简直就像神明一样。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些壁画上的战争闻所未闻。何等恐怖的威压！我的恩赐被完全压制了，而且那个巨汉头顶居然没有身份标签，这里屏蔽了世界的规则。难道说这个火人是一尊真神？伟大的神明，敢问您为何要将我们拉入您的神国？
居然把我当成神了。可我需要的是同伴，不是信徒。不朽的神啊，我尊敬您的伟大，但如果您是要求我成为您的信徒，还请赐予我拒绝的权利。我已经是太阳与正义之神的信徒，我已决定将余生投入到追寻正义这最伟大的事业里。追寻正义，好家伙，原来是同志啊！你误会了，我并非神明，我的名字是夏明宇，一个想要让人活得像人的人。14亿国民的王国继承人，这比整个大陆的人族加起来都要多。向您问好，高贵的殿下，我是塔梅尔兰莱因太阳教会的圣骑士，请您原谅我刚才的失礼。莱因，你是莱茵王国的王族？不，殿下，我这一支很早便脱离了王族，归于太阳神的荣光之下了。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那其他人怎么称呼你？屠夫、杀人狂魔、人形野兽、13。殿下，请您站在我身后，他很危险。我能鉴别谎言的恩赐，虽然被您的权威压制，但也能勉强确认他说的都是真话。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杀过很多人。够了，立刻停下！是，殿下。一直站着也不好，坐吧。殿下，现在可否请您告知您邀请我们来您这宏伟殿堂的真正原因？人选并非我能决定的，我只是用了加护能力，呼唤了与我有相同意志的同伴，然后你们便来了。果然，我的直觉没错，你也追寻着正义。殿下，您确定他与我们有着相同的意志吗？他可是自称屠夫、杀人狂魔。塔梅尔兰，你的家世应该很不错吧？只是普通人家罢了。不过我的爷爷是太阳教会当代的教宗。你管这叫普通人家？13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一名奴隶吧？我从出生起便是奴隶。人是无法反抗其出生的环境的，圣骑士先生。如果你要批评一个人，最好先想一想，对方是不是也有一位教宗爷爷。我相信13，也许他真的杀了好多人，可生来就是奴隶的他，为了活下去，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天堂与地狱，他有得选吗？骑士可以追寻正义，王子可以追寻正义，难道奴隶就不可以吗？对不起，我质疑了您的意志，我向您致以最真诚的歉意，请您原谅我的傲慢。我原谅你了。殿下，这里到底是何处？我们还能回去吗？我明天还需要执行学楼任务，如果回不去，恐怕会造成一点小小的骚乱。我可以留在这里。这里可以看作我的精神空间，一个梦境。你们此刻只是意识来了这里，当你们在外界醒了，或者我醒了，就会自动离开。我可以再来吗？当然可以。当你们困倦之时，默念星星之火，便可以来到这里。无聊的话，可以看一看书。13先生，你不喜欢看书吗？我识字很少，看不了书。忘记了，为了方便统治，奴隶被禁止识字。那我教你识字吧，刚好我也被人教过没多久，还算熟悉。王子殿下怎么可能才学会知识？他是在顾及我的尊严。谢谢您。看来我要醒了，下次见。高贵又仁慈的殿下，感谢您的款待，期待与您的再会。星火殿堂是一场梦吗？是梦吗？多么美好的梦啊！13，到时间了，该你上场了。星星与火，这是什么意思？你说什么？让我去请求殿下担当小海豚的教父？你疯了吧，丹尼尔！虽然明宇殿下一向善良仁慈，我们也确实帮过殿下一些忙，但要因此奢求殿下担当小海豚的教父，那未免也太过痴心妄想了。你这是在羞辱我，也是在羞辱殿下。你爱你的儿子吗？我当然爱小海豚，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血脉的延续，我的姓氏，我的城堡，我的荣耀，我的剑，未来都会是他的。卡伦，这几乎是你的全部，说明你爱他，甚至胜过于我。但你应该清楚，对于小海豚未来最重要的
从不是这些外物，而是一个足以庇佑他一生幸福、为他带来世界祝福的家户。教父的人选就是决定家户的关键。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动用约定，请我最好的战友鲁文主教担当教父。你母亲也承诺会带着整个南境的贵族来祝福他，他的起点已经远远超越你我，这还不够吗？不够，卡伦，我是一个母亲，做母亲的怎么会不希望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就算我去请求，也只会惹来殿下的拒绝与怒火。不，有一丝希望。卡伦，你听我的分析，如果东西大陆是通的，我们这种小小子爵，别说招待殿下，连觐见的资格都没有。这倒是实话。殿下孤身一人来到西大陆，他的身份家户最开始还是凡人街的白色，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刚被确立为继承人，就遭到了迫害，流落至此。继承权斗争？那你觉得此刻殿下最想做的是什么？早日回到他的王国。没错，可要跨越迷失之雾、探息冰墙和环界之蛇3道天堑，需要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孤身一人的殿下，此刻最需要的是一片根基地。在我们那位暴食之王的疯狂征粮下，多少领地变成了人间炼狱，只有南境还算安稳。南境就是最适合殿下的根基地。慎言，不可对国王陛下不敬。我是南境之主罗莎玛莎的嫡女，小海德是他唯一的孙子。若殿下愿意担当小海德的教父，这就是统治南境最好的切入点。想象一下，20年后，殿下必成顶级强者，暴食之王倒行逆施，领主们的不满迟早会烧遍全国。届时，有14亿家户的殿下振臂一呼，而海顿，身为殿下的教子，一个侍从名额总跑不掉吧？世间之功，莫过从龙。你们休斯家族当了100年的子爵，难道还没当够吗？够了！纵然暴食之王有诸多不端，纵然明与殿下善良仁慈，但我身为王国子爵，岂能做出如此悖逆之事？丹尼尔，详细告诉我请求殿下担任小海顿教父的话术。先声明，我只是去请求一下，若殿下不同意，我就立刻离开。爱你，卡伦，你是最棒的丈夫，也是最棒的父亲。目前来看，星星之火的能力是从全世界范围内召唤出心怀正义且潜力极大的人选——塔梅尔兰，教宗之孙，未来的教宗，品格也无愧于圣骑士。那个奴隶巨汉，单看体型就是战争巨兽，品格可以慢慢培养。星星之火换来的绝不会是恶人。这么一想，感觉轻松多了。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为了那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奋斗了。假如星星之火的范围是全世界的话，那东大陆的人会不会也有概率被我召唤过来？殿下，我有一件事想与您商量，不知可否进来一叙？此无不可，但说无妨，我们是朋友。我的孩子小海顿下个月就要举行婴儿荣誉仪式，我妻子丹尼尔的母亲，南境最强大的领主玛莎伯爵，已经许诺带着南境所有领主前来参加，只是教父的人选却迟迟未定。殿下，我知道这是痴心妄想，但我是一个父亲，总要为自己的孩子一搏。我向您祈求，求您担任小海顿的教父吧。只要您能答应，无论您提出多么困难的要求，哪怕是要我的一切乃至灵魂，我都会欣然赠予您。当然，若您选择拒绝，这也很合情合理。您仍是我最尊敬的友人，只求您能原谅我这冒昧的失礼之举。有必要这么夸张吗？你先起来吧，卡伦，我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个要求。真的吗？殿下您尽管说，哪怕是让我去屠龙，我都愿意一试。只要你能在我面前发下这个誓言，我便接受你的请求。在我的领地上，绝不会有任何人因赋税而饿死，或被贩为奴隶，也不会有任何人被强迫沦为娼妓或娼年，杜绝一切恃强凌弱，让好人活得像人。
就这，我还以为殿下要让我去摘太阳呢，这不过是要杀多少人的问题。殿下，给我半个月时间，然后我将在我的侍从骑士、妻子与女儿的见证下，在您面前发下这个誓言。领主大人，按照您的命令，我已经查清了黑狼岭内所有的妓院、黑帮以及饥荒村落的数量。汇报吧。黑狼岭3座城镇还剩5家妓院，无一例外均具备强迫卖淫行为。成规模的黑帮只有1个狼帮，大本营在矿石镇，所有妓院都与其有关联。另外有2个村落因被游商欺骗，背上狼帮的债务，导致有人饿死或被卖为娼妓。狼帮？我怎么不知道领地里何时出现了这样一个组织？领主大人，狼帮帮主的身份已经查清了，他是……但说无妨。他是昔日大公子留下的孩子，艾利修斯也是您的侄子。按照殿下要求的誓言，艾利他是我必须要杀掉的。可是他是我本就抱有愧疚的亲侄子，也是休斯家族的血脉。什么侄子？挡了我儿子的路，都得死！小海顿，忍着点，别哭啊，小海顿。放心，妈妈跟爸爸发誓，一定会让你成为殿下的教子的。卡伦，你看到了吗？小海顿他一定能听懂我们的话。要是我们替他放弃了这关乎一生命运的机会，他会恨我们一辈子的。卡伦，我想做一个好母亲，你也一定想做一个好父亲，对吧？不用说了，丹尼尔，为了小海顿，我不会手软的。索林、雷米，在。你们分别带100名士兵前往狼牙镇与银果镇，按照肖恩提供的名单和地点，即刻缉拿恶徒，统一押到矿石镇的地牢。切记不可放过任何一人，如有反抗，就地格杀。是，主君。剩下的与我一同前往矿石镇。我不过就是开了几家妓院，搞了个小帮派，至于调动军队来剿我吗？我每年可都好好交税了。叔叔，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值得您这样对我？如果您是担心我报杀父之仇，我可以马上向神明发誓，太阳与正义之神在上，我艾利修斯，我爹已经不是我爹了。行了，叔叔，我是您亲侄子啊！卡伦，你疯了吗？这可是你的亲侄子，我们休斯家族的血脉。你当年把他赶出城堡，现在难道还要杀了他吗？我们休斯家族可真的没有几个直系血脉了。一个亲侄子还不够，再加上一个亲叔叔，更能向殿下表明我们的决心。反正死的又不是我叔叔，正好给我的亲信腾位置。弗朗叔叔，听您这话，看样子艾莉平时没少受您照顾吧？当然了，艾丽那孩子当年一个人被赶出来，若不是我拿他当亲儿子照顾着，他怎么可能一个人统一了黑狼岭的所有妓院，还建立了狼帮？弗朗叔叔，您快转身看看，艾丽她已经……卡伦，你这个畜生，竟然把你的亲叔叔关进大牢！那个毒妇迟早会令整个休斯家族坠入深渊。弗朗爷爷，您能别喊了吗？我好冷，我想睡会儿。你这丧尽天良的毒妇！你煽动卡伦这么干，到底有什么目的？我就是死，也要做个明白鬼。叔叔何必这么大气呢？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休斯家族。放屁！断了所有妓院和黑帮，断了休斯家族的支脉，对家族有什么好处？你难道是看童话故事看傻了吗？卡伦，那位殿下，他真的这么许诺？只要清理掉领地的妓院和黑帮，他就愿意当小海顿的教父。是的，殿下很善良，断不会违背诺言。100年了，我休斯家族晋升有望了呀！弗朗爷爷他疯了吗？丹尼尔·玛莎，我收回刚刚的污蔑，并向你致以最真诚的歉意与赞美。你绝对是休斯家族100年来最贤惠、最富有智慧的妻子。哼，老东西，刚刚还骂我丧尽天良，现在知道对家族有天大好处，立马就变了脸。不过也好，有他动手，就不至于让卡伦亲手沾上弑亲的血，日后与我生出间隙。把牢房的门打开。弗朗爷爷，弗朗爷爷，为什么从小照顾我到大的爷爷要亲手杀死我？我明明什么错事都没有做过，只是开了几家妓院，组建了黑帮而已，我可是都要好好交税的。为什么？叔叔，需要我帮你一把吗？算了，免得你们夫妻以后为这点事吵架。我房子里第3层最后一个房间第2个柜子下面放着我所有的钱币，还有一瓶增力魔药，留给小海顿长大后用。卡伦，休斯家族的荣耀就全都压在你身上了，一定要将休斯家族晋升为伯爵呀！叔叔，我会在冥土之下一直看着你的。陛下，这便是领地里制造妓院与黑帮的罪魁祸首埃利修斯与弗朗修斯。和尚们，休斯，他们也是休斯家族的人吗？是的，殿下，他们算是休斯家族的支脉。从血缘关系上来讲，一位是卡伦的叔叔，一位是他的侄子。还请您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的罪恶而怪罪到休斯家族上。亲叔叔，亲侄子，这不就是大义灭亲？不是弑亲。我还是低估了这个世界贵族的疯狂，为了让我当一个孩子的教父，他们竟然连血脉同源的亲人都毫不犹豫地宰了。不过至少结果是正义的。殿下，这是目前地牢里所有恶徒的信息，以及他们所犯下的罪恶。殿下，为了确认罪行，我运用了拷问与领明指认2种方案，并亲自监督，确保没有一个好人被冤枉。对于判断言语真假，我还算有点自信。好，很好，你们真的是太正义了。如果所有贵族都像他们这样，为了讨好我而疯狂执行正义，那这个世界也许真的会变好。殿下，您看小海顿的事。下个月小海顿的婴儿荣誉仪式，我会信守承诺，担当他的教父。何等幸福，何等荣耀！丹尼尔。殿下，我误以为您今晚想做个好梦，所以就擅自逾越了，还请您恕罪。无妨，你们2个来帮我看看这件。莫尔，
金茉莉妓院门管与之在其命令下害死的人约有17人，强迫女人为娼妓31人，男人为娼年7人，建议处死。殿下，这些事我最近在一片领地里居住，在我的劝说下，当地领主将领地内的恶徒全部清理掉了，这些是他们的罪状。我需要你们帮我一同看看该如何审判。太阳与正义之神在上，明宇殿下，您是我见过最为正义之人，我从未想过像您这样位于世界顶端的高贵者也会如此体恤平民。殿下，我很荣幸能与您一同审判这些恶徒。殿下，我也一样。殿下，我认为审判恶徒首要任务是确定死刑的标准。克莱王国的古法典曾提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认为，凡是手上沾有无辜之人鲜血的恶徒，都该判处死刑。我赞同。至于未造成无辜之人身死的恶徒，则是罪恶程度予以不定时间的囚禁。囚禁？我不认同。这个世界粮食本就紧缺，我不可能浪费粮食去养着一群渣子。就算是喂牲口的康夫，我也不愿意。至少牲口还有用。那把他们卖为奴隶，换来的钱留给受害者们改善生活，很好的提议。但我认为奴隶本身是一种只要存在就会充满罪恶的制度，迟早有一天我会把它抹除掉。所以，驳回。13，你怎么看？这些都是罪人，我认为可以全杀了。殿下，您确定要一直站着吗？无妨，免得下面那些人乱猜测。开始吧，卡伦。说靠爱来化解仇恨的，全是假话。唯有用仇人的血，方能洗尽心灵的创伤。开始。莫尔，金茉莉妓院门管，一直在其命令下害死领民17人，强迫女人为娼妓31人，男人为娼年7人，罪无可恕。打死他！这个畜生！魔鬼，你还我女儿的命来！做了那么多恶，临死前只被砸几下石头，也算便宜他了。行刑！太好了，那个魔鬼终于死了。米娅姐姐，你终于可以安息了。领主万岁！领主大人，您是最仁慈的领主，成为您的领民是我这辈子最荣幸的事儿。谢谢您送来的粮食，我那时已经饿得没有奶水，孩子快要饿死了，是您救了我们母子的命啊，女儿啊！善良的领主大人，为你报仇了，你终于可以在冥土里安息了。我从没想过会被这么多人感谢。这些平民，原来他们过得这么苦吗？我以前竟然从未注意过。这本只是为了讨好殿下的举动，可是幸好那个婴儿没有死。又失眠了，已经2个晚上没能进入那位殿下的殿堂了。我这双手到底杀了多少无辜的人？100、200，我这满身的罪孽，真的还能被洗净吗？13，该你上场了。这次可是你决斗场生涯以来最盛大的表演，不少贵族老爷都千里迢迢来看你了。你此次的对手是吃人魔师欧律，他是一头冠名魔兽，不知道吃了多少伤队。塞门爵士亲自下令才抓到他。你知道冠名魔兽有多强吗？你这次的赔率比他都低。13，我知道你不想杀戮，但这次不一样。如果你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吃人魔师，一定会贵族看中你，收你当侍从。到时候你就自由了，再也不用当奴隶，再也不用杀人了。拿武器来，我要自由，我不想再杀戮了。我想去看看外面的阳光，可想在现实中亲眼目睹那位殿下的荣光。很好。屠夫！屠夫！屠夫！不是吃人魔师，他们要我用一场不公的屠杀来作为开场表演。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我的奴隶之都。在正餐开始前，先欣赏一场开胃菜吧。
好样的，屠夫！用拳头捏爆那群奴隶的脑壳！我要看你一拳把他们砸成肉泥！你这是在羞辱我！你居然这么轻视我们！诸位，我们是斗士，今天反抗是死，放弃抵抗也是死，何不死在战斗之中？杀！喂，屠夫，这是怎么了？他为什么不还手啊？他疯了吗？这无止境的杀戮就由我来终结吧，殿下，这就是我的忏悔。喂，你这家伙不是狂斗士吗？我见过你杀戮时的疯狂模样，为什么不反抗？是看不起我们吗？塞门爵士，你的最强奴隶是疯了吗？我跨越千里来奴隶之都，可不是为了看他被一群废物活活打死。侯爵阁下，还请您稍安勿躁，他应该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更加取悦观众吧。屠夫，我塞门克莱，你的主人向你下令，立刻马上给我杀了这些奴隶！屠夫，杀光他们！我绝不会再对任何一个无辜之人掀起杀戮。我不是屠。诸位，实在抱歉，我们的角斗士今天出了一点点小问题，人狮之战推迟一天。退票！这是暗箱操作！我不赌了，这肯定是吃人魔师赢，耍我们玩呢！诸位客人，此次票价全部免费，并且稍后你们可以重新下注。把那个屠夫给我扔到最拥挤的奴隶房里，要是他能杀干净，就给他武器；要是不能，明天就让他空手去跟吃人魔师战斗。妈的，比他魔兽都沉。13，我知道你还清醒着，以你的体质，就算受到这么多攻击，就算挨了塞门大人一掌，你也绝不会轻易死去。仁慈的塞门大人又给了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能把这座牢房里的其余奴隶通通干掉，那么你便会得到疗伤与武器，否则明天你就只能空手对抗吃人魔士。住手！这家伙，我保住了。霍尔大哥，你刚刚也听到了，要是不杀了他，等他伤好了，就会杀了我们的。他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他真的这么做，就不会被送来这里。你们知道吗？他在决斗场上放弃了战斗，任由我们下死手。他顶着塞门大人的命令，朝着所有人大喊，绝不会对无辜之人动手。他饶了我一命，我也会救他一命。你们若想杀了他，就先挨过我的拳头吧。哎，别记恨他们，他们也只是为了活下去。抱歉，我就这么点了，多少吃点吧。谢谢。终于又回到这里了。殿下，您能摸着我的头说原谅我吗？抱歉，我拒绝。果然，我不配得到原谅。因为我从未觉得你有罪，所以无法说原谅你。这头发跟钢针一样，真扎手。殿下，你能给我一张白纸，一支笔吗？自无不可。这家伙还怕我偷看吗？在这里，只要我想，有什么是看不到的。不过，我当然会尊重你的隐私。殿下，能再给我个信封吗？可。殿下，请您中午之后再打开看吧。你可真能睡，硬是睡了整整1天1夜。谢谢，无妨，一命换一命。看样子你还是做了最错误的选择呀！你的对手是吃人魔师欧律，他的一身皮毛，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你就算有神力，没有魔武，也绝无可能战胜他。你的下场只会是一团尸腹里的烂肉。把这些无用的废物杀光，你就能得到武器，得到光明的未来。才21岁，从出生就待在这不见天日的地牢里，还没尝过美食和女人的味道，就这么死了，你真的甘心吗？
不会再杀戮任何一个无辜之人。死亡对我并不可怕，失去信仰才会失去一切。冥顽不灵！既然如此，你就空着手上场喂狮子吧。屠夫，你这个软蛋，快去死吧！还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塞门老爷怎么会愿意大出血？我们可都买了魔师爷啊！浮不上台面的东西，畜生！只有沙地上的人才是你能吃的。没有午睡习惯，还真难入睡呀。殿下，当您看到这封信时，我大抵已经死了，请不要为我悲伤。能遇见您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在遇见您之前，我早已是行尸走肉。是您让我明白什么是正义。只可惜我又要死了，但这次我是为拒绝杀戮而死，心满意足。唯一遗憾，尚未还清您的恩情。若有来世，愿为您的侍从，荡尽万般罪恶，罪人13流。该死，这家伙就不能直接说出来吗？整个世界就来了俩人，你要是死了，我还怎么实现那个理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畜生！星火将他的意识带过来。这里是冥土吗？就算你真的到了冥土，我也会把你拉回来。你可是我的同伴，我不会让你就这么死去。契约无异，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休我可毛，与子同仇。大英雄海格力斯曾经历12试炼，洗净罪孽。斯巴达克斯以奴隶之躯奋起反抗不公，我将他们的名字结合赠予你，以后你便叫海格克斯。赢了，赢了！塞门老爷这次亏惨了。我就说嘛，那屠夫就是个样子货，还瞎了那么大个子。你们看，那是什么？他内脏都空了，还能长出来？神明在上，这是大地与须弥之神的恩赐吗？我输了10次，眼看都要赢了，不要！那位殿下是何等的伟大啊！区区人类，就算复活了又怎么样？不过是让我再吃一回内脏罢了。畜生！我这条命是殿下的，要死也该死在为殿下清扫罪恶的伟业中，岂能丧命于你这畜生之口？是时候让你尝尝殿下的伟大了！肌肉强化、狂化、巨大化！啊！怪物，他变成怪物了！既然吃了我的肝脏，就拿你的命来偿还吧！我不是屠夫，我是海格克斯。21岁的海格克斯铸就伟业，成就星月阶位。来，海格克斯，喝茶。这可是只有南境才能产出的顶级红茶，木色极其昂贵，一定要细细品味。不懂品味的家伙，算了，我真是犯蠢，才会要求一个奴隶有品味。海格克斯，你这次做得很好，我决定给予你奖励。怎么样？这些钱都是你的。不仅如此，这2个处子女奴隶也都是你的。你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吧？今晚就试试，我保证这会是你前所未有的极乐。不用了。什么？我不需要这些外物。你可愿做我的教子？啊！
我没听错吧？王国荣誉伯爵、战争英雄、奴隶之都的主人淳子恭大人要收一个奴隶做教子，这太离奇了。成为我的教子，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看上哪个女奴隶就带走。你会有无尽的美食、华丽的衣裳和漂亮的大房子，还有晋级需要的各种魔药。等到你成功晋升为第5阶位、弦乐阶位的那天，我会邀请全国的大贵族来见证仪式。索西亚之王看在我的薄面上，也会派来使者册封你为荣誉子爵。你只需要答应，就能拥有这一切。怎么样，海格克斯克兰，你愿意做我的教子吗？我不愿意。你说什么？我只是一介奴隶，配不上当年的教子。我居然被一个奴隶给拒绝了，他甚至不愿叫我一声教父。要多少次涅槃新生才能拥有匹敌他的力量？6次、7次，还是12次？大人冷静啊！大人，再这样下去，这些饰品损坏可是要浪费好多钱的呀！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只希望您能改善奴隶的生活，给予我们不再互相杀戮，有足够的黑面包，有足够的空间睡觉，在决斗场没人时可以离开地牢晒太阳的权利。哼，痴心妄想！我若是不答应呢，我就会拒绝上场。你不怕我杀了你？死亡对我而言并不可怕，失去信念对我而言才是失去一切。你这小子，为了一群跟你毫不相关，甚至还曾想杀死你的奴隶，值得吗？总有人要为了别人牺牲，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你的要求我答应了，现在给我滚回你该待的地牢里。等一等，你今天在角斗场上为什么能起死回生？我有一个名为涅槃的恩赐，能令我死去一次后重生。涅槃倒真是个不错的恩赐，用在决斗场上还真是可惜了。尊敬的夜影子爵，我友好的邻居黑狼堡欢迎你的到来，感谢你能来参加我幼子的。哼，这家伙还真是一点都没有贵族的风度啊！放宽心一点，达令，他的夜影岭一直都在出现领民出逃的现象，大部分都进了黑狼岭给我们交税，他会有所不满也是理所当然的。说的也是，谁让这家伙在领地里居然连领民的呼吸都收税，美其名曰空气也是他的，不能白吸。是啊，按他那个收税法，迟早有一天，他领地上的所有领民都得饿死，到时候他就要成为索西亚有史以来第1位光杆领主了。不过这么多年不见，没想到维克多这个家伙居然也晋升为了大骑士。他大骑士？我记得他不是20多岁时才堪成就超凡吗？是啊，当年龙狮之战，这家伙一打仗就趴下来装死，没少被我们嘲笑。大哥，二哥，我亲爱的妹妹，你还是如往日般美丽。那粗鲁的卡伦有欺负你吗？我会帮你揍他。不许再这么说了，达雷可是把我当成西藏也要宠爱的。你们兄妹仨只顾着叙旧，都忘了我这个老人家。我们进去吧，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见我的好外孙了。他才3个多月点儿就能长这么壮，以后一定能成为像我们父亲赤红之火那样的伟大骑士。若是父亲也能见到小海顿就好。不要悲伤了，丹尼尔，你的父亲从不会在自己孩子面前唉声叹气。可您好像还是把我当孩子。无论你们长多大，在我眼中都是孩子。对了，南境领主们都到齐了。都到齐了，因为您的威望，就连一直与我们不对付的夜影领领主维克多都来了。哼，那个逃兵小子，若是还敢不来，我看他也别当这个领主了。鲁恩主教来了吗？还没有，或许正在路上。还没有到。罗伊、罗兰，你们骑着赤炎狐去接一下鲁恩主教。身为小海顿教父的他，若是迟到，影响就太恶劣了。母亲，鲁恩主教不是海顿的教父，我们已经另有人选了。哦，还有比鲁恩主教更适合的大人物。抱歉，母亲，出于那位大人的要求，我不能告诉您他的身份。但是请您放心，
我是海顿的母亲，我爱他。我能确信这位大人物的祝福，一定能让小海顿的未来像他外公那样，铸就史诗里也要记下的伟业，成为一位声名赫赫的大英雄。这孩子自从当了母亲，真是变了个人。那作为小海顿的外祖母，我就拭目以待了。真好啊，子孙满堂，女儿也有了好归宿。唯一可惜的就是莱奥那个死鬼留下的遗愿，要我找一个知道什么蓝星、手机、沙地之雕的人。找了10年，一点头绪都没有，死了都不让我安生。进来吧。殿下，小海顿的婴儿荣誉仪式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主楼大厅开始。您作为教父，是最后一位献上祝福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他们还是怕我反悔。卡伦丹尼尔，教父仪式早已不是你们的苛求，而是我的责任，因为你们遵循了与我的约定，扫除妓院黑帮，惩治恶徒，救治饥民。那么我也自然会遵循我的责任，成为海顿的教父。作为友人，别再担心我会违约了，否则我就真的生气了。是，殿下。哎，你们这是干嘛？快起来！殿下，或许在您看来，这只是一场平等的约定，但是您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人，却能怜悯不属于您领地上的平民，为此不惜担任我这小小一个子爵之子的教父。您是何等的善良，何等的仁慈，何等的高尚！与您相比，我们无疑是贪婪成性的，竟拿领民的幸福来换取如此珍贵的愿望，而您却宽恕了我们的贪婪，并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友人。殿下，我卡伦休斯向您立誓，此后我的这条命，整个休斯家族还有黑狼岭都属于您了。那个恶行累累的暴食之王不再是我的主君，您才是我的主君，亦是休斯家族所效忠的真王。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赵匡胤黄袍加身，我这就被动造反了？我已知晓，离开吧。明天上午10点，我会准时到。这都什么事啊？等等，这好像也不算误会吧？我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新秩序。卡伦的投靠就是我的配线，我的江东，这是个绝好的开始。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的祝福真的有用。万一明天搞出来个白色平民加户，我怕是走不出那个大厅了呀。到时候他们有多狂热，就会有多憎恨。算了，睡觉，养足精神才能面对一切。人不少，但有真正的领主就7、8个，看来只请了子爵。荣誉仪式开始。我最爱的孩子，我的海顿，感谢你让我的人生圆满。我作为母亲，祝福你成为像你外祖父一样活跃在史诗里，铸就伟业的大英雄。我的幼子，父亲不善言辞，但我以荣誉发誓，任何胆敢伤害你的恶徒，我必将不惜一切代价抵御。我祝福你平平安安。孩子，身为我的孙子，财富、武力、荣誉与地位，你一样都不缺。看，整个南境的领主都为你的诞生前来喝彩，所以我祝福你，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永远牢记，你是因为爱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了，成功了！只要教父祝福完，海德的家户就能稳定在超凡阶位。总算赶上了，没迟到。不好意思啊，卡伦，路上遇见个教会通缉的恶徒，耽误了点时间。让一让，让一让，我是这孩子的教父，让我过去。鲁恩，不是你，教父换人了，你先跟我站着。什么？换了？你怎么不通知我？你知道我为了赶路2天2夜没合眼吗？哎呀，
算我错了，以后你来我这牵一匹马，我保证无条件为你办任何事，就像昔日的黑面包约定一样。尊敬的阁下，您是否愿意担当这孩子的教父，给予他慈父般的疼爱，与严父般的教诲？这是我家乡的物品，我日夜佩戴，名为手机，便作为连接礼赠予我的教子海顿修斯。我的教子呀，你的父母是我重要的友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生来贫穷丑陋，为一块黑面包饱受羞辱；有人生来鲜花傍身，注定站在高处。你无疑是后者，世人渴望的美好你都会有，所以我祝福你正义、自由、公正、诚信、友善，永远饱含热情，永远拥有信念，永远不会迷失在黑暗。最后，祝你平安。怎么会？不该呀！教父祝福完，怎么会倒退回平民驾护？天哪！卡伦拒绝了鲁恩主教，竟然找了个平民当教父，他疯了吗？这小子隐藏了身份，肯定是个见不得光的家伙，害了海顿的一生。肃静！我听闻，在婴儿荣誉仪式上，若是教父隐藏身份，或人们不知其身份，祝福便无法真正起效。这位尊敬的阁下，看在您教子的未来上，能否请您摘下那件隐藏加护的帽子？我儿子出生就是新月，是王之教子。你打我一巴掌，快！我肯定是在做梦。王之教子，继承人，十四亿国民的继承人。您究竟是谁？我是夏明宇，真的有用。我这个14亿国民的王国继承人加护是真的，再也没有人可以动摇我的身份。这个世界将会迎来一位真正的王。